哇，这一排很非常的壮观。对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好，这个是 OMO J 怎么念 ？OJ 我们都简称 OJ， 简称 OJ， 就是很英式风格的这个沙龙香，然后也很多是在我们刚接触这个沙龙香水的时候会接触到的一个品牌。对，那它这个是英国的牌子。对，那原先我跟女神都很看好这一支，有机会成为再来的Jo Malone。不太相同的路线，对。那但是还好没有。对，走出自己不同的风格，他还是有他自己的风格啦。然后它的味道是属于比较，如果接触久了之后，会觉得它是稍微再清新一点，因为它其实有分好几个系列。那有一般落款系列的，就是各个那个像鸡蛋花啦，然后各种香根草香型，各种每种一支。那目前这边看到的话，这几支是丝路系列。它可能就是用不同的。印度啊，或是各个结合亚洲跟欧洲的它的特色香材，然后代表性的这个味道这样子。所以它把丝路的每一个地方、每个城市，经过了每个城市都把它做出一支，对，可能拜占庭啊，然后就是很多西安啊，拜占庭在哪里知道吗？就是土耳其拜占庭之后，再来就是这个伊斯坦堡啦。它有一支伊斯坦堡，也有伊斯坦堡。那时期不一样。大马士革啊，对，大马士革、波斯很多个印度、印德斯。那你们知道，丝路的起源地从哪里开始吗？这一条路。不知道，你看，不是我就要告诉你，不是中国吗？是啊，就是从中国。那是从哪一个城市呢？先猜一下，那个什么关？那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支，就叫做西安。对，那西安古名又称什么？长安。OK， 是从长安开始的哦。是，对，它是丝路的第一站。对，那这个命名可就是有功夫、有学问的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这个征求大家命名嘛，对不对？对，那事实上这一支名称就叫做西安。对，但是我们直翻是西安。对，集思广益。那我们的高手建林呢，洪建林，他就取了一个叫做昔日盛唐。昔日盛唐，因为西安的旧称是长安嘛。对，那长安古城是在大唐皇朝的时候的首都名称。对，那因为它已经是丝路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嘛，对不对？现在都是什么路？一带一路嘛。对，那这个一带一路现在也都烂尾了那这一条丝路，就是过去的盛唐，所以建林这个名取得真好。结果这个昔日盛唐呢，名字一出来之后，本来这支西安大家摆在那边没什么动不是还是有动啦。结果他一换上这个名字上去，砰，每一次来多少支卖光光。对不对？现在也是卖光光，现在也是卖光光。对，因为当然我们各留一支来试香，就是留给大家试味道，试看。所以你看，好的名字让人家有多么有联想力，好不好？来，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支昔日盛唐有没有那一种有一点那种惆怅的感觉，好不好？我们放这个位置那边看得清楚。可以啊，非常清楚啊。对，给大家看，它瓶子是还蛮漂亮的，但是渐层，橘色的渐层。对，这一支其实老蒋我还没闻过，因为每一次来每一次就没了。对啊，我也是，我好像闻过针管啦，但这个都还没有。那你闻针管跟拿的这个原包装的瓶子这样子喷，那感受又不一样。对啊。哇！你想要叠叠的？我闻到了唐朝的味道，不是糖炒栗子是唐朝这种有一种木头檀香，对不对？是木质檀香。会不会一开始的时候黑胡椒的味道？黑胡椒还蛮明显，我觉得那个开始的时候大黄衬黑胡椒味道还蛮明显。对，那我有跟建林讨论过，为什么它要叫做昔日盛唐？因为呢，它这是盛檀，
檀，因为它是檀木的檀，好，那檀它又有一点音译糖，对，檀木，对，是，我想起来，因为闻到这个味道呢，我就想起它的那个檀香原因这样子，是，OK， 好，来，那学姐先讲一下目前这一支昔日盛唐在你身上味道怎么呈现？清新的辛香料，就胡椒啊、豆蔻的那个，还有大黄的香气。是，大黄，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大黄？它也是辛香料的一种 ，OK， 但它味道它不辣。一般的辛香料都会带给你辛辣感，但大黄不会，大黄是少数带着很舒服感觉的辛香料。对，它大黄它有些味道会带一点点微香甜，跟带一些的绿感。对，它带偏果香的感觉，微微的，有点带果香。对，好，那林杰，你目前这一支昔日盛唐在你身上前调怎么呈现？如果没有那么细分的时候，我们一闻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木质调。然后前面就是像那个学姐讲的，它是用辛香调先带出来。对。那我觉得它可以把这个后面木质调的，就是带的，一开始就让你觉得有那种提味，把它味道带出来的感觉。对。蛮舒服的味道。那我这个画面，因为有一部 Netflix 的影集啊，叫做这个《长安12时辰》啊。对，那这一部影集呢，我觉得它在画面处理上跟视觉处理上非常的细腻，而且精致讲究。那你说花50几个小时把这一片看完，我是觉得也是不用了，因为看个人喜好。我前年过年我是真的把它全部看完，我会觉得有一点浪费时间。那唯一让我想要继续追下去，是因为它不管从衣着啦、场景啦，还有这个盛唐的那一种，因为它是在讲元宵节那一天发生的12时辰的事情啊，对，就是24小时。了解。对，那。真的每一部电影就照着这个时辰在走，很厉害哦。那我觉得它带出了大唐盛世那个城市长安城的风貌。我觉得这支味道表现很好。因为它就这个檀香又带一些柑橘，我现在跟大家讲有一点草香，你们有闻到吗？有，对不对？它应该就是类似大黄带出来的那个草香感，那就很像在这个。皇朝宫殿里面，或者是这个皇帝不是都会去有一些庙去参拜吗？我觉得有那一种盛大庄严。我也觉得有一点像宫殿里的那个熏香的那个香气。是。对啊，非常好闻的，难怪这支卖那么好。它的胡椒带出，就是它那个把果香，就是大黄的那种。微香甜感的果香的感觉弄得很刚好，不是到水果那种果香哦，它是会把这个木质调弄得再柔顺一些。哇，这一支是超棒，闻起来有一点点有点像那种草香，你说我觉得稻草香的那一种，就是那种柔和的感觉。对，那草香又夹杂着木香，对不对？高贵的，因为以前的人的床都是属于，不是像我们是，他们是草席式的，草席是，但他用的是有香味的，不是啦，就是以前的床垫一定都是，对啊，当然不是啊，对不对？不是那种一般人家的那种草席，他们是那种高级的床垫，可是一定是用草去编织的嘛。对啊，它就是带香味的那个床垫，很好闻的木质香，确实就是对，高级的感觉。对啊，我这个画面其实我边闻哈，我一直就是这个《长安12时辰》这部片里面的场景。对，欢迎，对，可以，不会。请进。OK， 好，那再来这一支，两位觉得用在什么时机点比较好？时间点？很实穿啊。画面其实有点偏黄昏呢，3点半到5点半之间。是啊，因为它比较射下来。
带檀香嘛，它带一点沉稳的感觉。如果跟我们就是刚闻的那种柑橘香气的感觉是对，一定是会让你觉得比较有沉稳的感觉，这种味道。OK， 那学姐，你觉得用在什么时间点跟场合会比较好？我觉得它很实穿呢。它就是你如果一般上班族要找一支每天要上班喷的香水，我觉得它很适合，它不会到很重的那种。对，我觉得 OJ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味道都调的，就是每个人不管你男女生，你都会爱上它，就是刚刚好。对啊，是有特色，很优雅的香味刚刚好，对，不会打扰别人。那也不会因为它调的大家都非常的恰到好处，而你觉得它没特色，不会哦。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巧妙的地方。好，那香。所以如果女生出去的话，上班衣着上怎么穿会建议嘞？这一支其实给人家感觉是还蛮沉稳的，是，很安定心的感觉。定心，对，就是你不会是那种蹦蹦跳跳的那个，对啊，你是比较稳重一点，稳重，然后比较礼貌 ，OK，然后比较 gentleman， 就是英式风格。它其实保有英国人的英式风格，但是它又有它这支香水要给你的特色，是。所以我觉得其实OJ 的丝路系列，我觉得都还蛮适合你上班的时候喷，对，因为你不会打扰到别人，是，或是你这一支还蛮适合晚上要见长辈的时候 ，OK， 对，跟家人吃饭的时候，对，要跟家人吃饭的时候也蛮适合的。对。那李经理的这一支，你觉得在什么样的这个穿着或者是场合，你会用出去？比较偏正式一些啦。如果它因为它比较沉稳一些的味道嘛，然后男生女生来讲，我觉得男生更适合多一些。但如果女生是喜欢木质香气的，也会喜欢它。是，对。如果是我们一般来看，它就是比较偏木质香气的感觉的。OK。除非你是完全就是只喜欢花香的。你可能因为这支不带花香，没有，对，它是辛香加木质，对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这支你想要让你觉得比较稳重一点的感觉的，这支蛮适合，因为它不会太重，是刚刚好。对，那我的画面跟你们又不太一样，我的是比较我也是古代人了。我现在因为以前的房子没有办法盖很高嘛，那所以唯一的比较高的是它每个地方城墙跟城墙之间不是都会有这个敲鼓的地方，作为这个联络打暗号的地方吗？那我站在这个城墙高墙上，那回头看现在5点多的整个盛唐的夕阳，整个大唐江山的夕阳，对，然后看着大家都一天的作息都结束了，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回望整座城市的味道，觉得非常的这种气势非常的磅礴也了得。这样讲，有去过中影文化城吗？哇，那个几百年前，你千万不要讲出那个地方，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没有了。你这样讲就很像去中影文化城玩完，然后要回家，准备回家的时候那个感觉。不如紫禁城好不好？紫禁城还在，紫禁城还在，对齁。那我觉得有这种的意境跟意味在，有，非常棒。好，那我们回头再跟大家讲这一支昔日盛唐的后调，OK， 厉害。回头见，拜拜，拜拜。回来了，为什么是我在镜头前呢？因为学姐现场非常多的朋友来找她试香，那所以我是代班 DJ 啦。OK， 昔日盛唐后调目前怎么样？它的就是中后调，我觉得维持的蛮久的，因为跟我们刚刚它一开始的味道还没有到，就是一开始前调很快的，因为它前面并没有柑橘类的香气，也没有花香，它就是用辛香那个黑胡椒豆蔻去带它。我觉得它还没有走到最后的后调，所以我现在闻到的还是比较偏中间很长的时段这个中调，就是辛香感带出的那个雪松跟檀木的柔
顺的木质香。OK， 好。那因为我在上一 part 我讲的是我的画面是旧时代，是在长安古城嘛，西安那个长安城。那长安城，我现在闻到味道，居然是在长安城里晚上的街道，你会闻到，就连街道旁边都有一些矮树丛，然后有蟋蟀在啾啾啾啾叫的这种蟋蟀的声音，这样。蟋蟀的声音都闻得出来。有。然后这个草香跟稻草香，有矮树冠，这个你走着走在了这个，因为古时候街道嘛，连灯都要用那个油火来点嘛，对不对？对。那你穿越了这个长廊之后，就是飘来这样的味道，也蛮像宫廷宫殿这个回廊之间，他们回廊之间也是有花园的嘛，对，所以我觉得画面就非常类似像是这样子的场景，对，没错。真的后调又比前调更加喜欢，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它有一种娴静的味道在里面，我知道，就是很安静了。对，那一个人晚上听着蟋蟀声，走在这个街道上，那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去探索很多千头万绪了。宁静的夜晚。对，是 OK。虽然脚步是缓慢的，但是脑袋是动得很快，然后也是非常享受这个片刻。对，是它可以让你就是脚步变慢的感觉。对，我觉得因为它前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它有一种让你有一种沉稳的那个木质香气在里面。那因为它中后调，我觉得它的雪松跟檀木的那个整个味道加大黄，我觉得它这支加大黄蛮厉害的，蛮成功的。对，因为大黄它会让你把那个木质香气的那种就是单一的味道变得再更特别一些。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的融合的蛮好的。对，是。我本来在拍影片之前呢，因为我常常看这个 Netflix 啊，或看电影啦，然后看非常多画面，或者是出国到处走来走去，我都很怕说这些地方无用武之地啊，播不出来。但是我发现，用来形容这个，形容香水。因为香水，因为我们闻得到，镜头前没有闻不到，但是要多一些画面，如何透过一些画面让大家边听边想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前面是过年的时间，把这个50多个小时的《长安12时辰》看完就没浪费了。对，本来我都觉得看完50个小时非常浪费，但是把这个画面必留下痕迹，对，必留下讲这一支。经验，昔日盛唐，就完全全的回到了这一支的身上，真的是太棒了。有机会，你不怕浪费50个小时的话，这一片可以看一下。不会浪费啦，不会浪费啦，我觉得拍的还不错。其实很多剧，就是对岸的剧，很多剧他们都很讲究，对，场景啊、服饰啊、配乐这些其实都蛮厉害的。对，OK， 好，那好。最后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辛香木质调是蛮明显的，对。OK， 所以你还是会给它辛香。是，会，因为它前面的因为如果要分很细啦的话，辛香会带出来，但不然如果的会单纯是木质调，对，比较轻的木质调。好，辛香木质调。0到10分，你给它几分？9.9分。哇，差0.1是怎么样？0.1的话就我是已经有了这样。OK， 你已经有了，对。然后有些人可能买不太到，就不太好买了。是，对。那所以你是9.9嘛？那这一支我会把它定调在木质，草香调，然后又带一些檀木香。是，对。那你说辛香有，我现在拉回还是有些回的这个辛香在里面。微。对，那我会给它0到10分。
我太喜欢这一支，我给它10分。10分。对，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要给它12分。有太多的画面在这一支上面。那我觉得它的本来我已经很喜欢前调，但我没想到它后调走在这个古时候的街道上，我就更喜欢这个画面。连蟋蟀声都听到了。对 ，OK， 好。我喜欢它我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它再大瓶一点点。哦，就是它，因为这是50ml。这是50的，对不对？哦，这个系列只有50的，对。对。好，不错。觉得它的感觉，那个气势感，我觉得它可以再大一些。好，那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是听我们讲这一段，对，然后很喜欢的，可以来试这个，整个味道都有。是 ，OK， 这一个系列的丝路系列都是很经典的，对，各有各地区的特色。因为当时丝路就是贸易的开端嘛。对，跟它透明瓶的那个系列的风格又完全不一样。那每一个地方都是它当地最大的特色，做成集合成这一支香水。对，有机会来试试看。那我们下次30秒见喽。好哦，拜拜。OK， 拜拜。